当一场巨大的风雪就要来临，杰克知道给他的时间不多了。此时的雪里掺杂着细小的碎冰，他知道这是一种很不好的预兆。现在的他需要尽快找到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，而眼前出现的岩石缝隙又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，这里肯定就是最好的避风处了。于是他放下背包，决定把这里改造成保护他安全的避难所。现在的雪已经开始下了，他首先要把这里进行拓展，让自己能完全躲进去，而上面的万吨岩石屋顶可以给他提供绝对的安全保障。如果此时被困在这里的是你，让你带3件装备在这里生存3天，你会带什么呢？大胆的说出来，我认为厉害的装备会偷偷给你留下我的专属表情。空间拓展出来之后，他从山下拿来了很多的岩石，将岩石一块一块的搬到庇护所的前面备用。看现在的风向，所有的寒风全部都吹进洞内。如果想在这里躲过寒流，杰克必须要依靠这些岩石将寒风全部隔挡在外面。不过只是依靠保存体温还不够，他在制作墙体的时候，在外面留了一道出风口。现在外面的温度越来越低了，他必须要在天黑之前把庇护所建造完成。当墙体完工之后，岩石内的缝隙并不能阻挡寒风的侵入，于是他需要给正面墙做一次缝隙填充。取到水之后，他开始利用泥土和稻草进行混合，这是野外最好使用的材料。在水泥干枯之后，稻草会在里面提升抗拉强度，防止水泥裂开的同时，还能提升整体的韧性和耐久度。他先利用水泥将庇护所最里面的壁炉外部做出来了一个烟筒，只要可以形成烟筒效应，大量的烟雾就会从这里排出，他也就不用担心一氧化碳的问题了。紧接着，他用剩下的填充物将岩石所有的缝隙全部涂抹一遍，保证墙体没有一点漏风处，因为他知道今夜一定会非常的寒。墙体打造完成之后，他细心的把门口有可能会漏风的地方也进行了改造，然后他将庇护所内的篝火先准备好，只要等火充分燃烧之后，就会将热量传递给岩石。只要石头有一些热量，庇护所内部就会非常暖和了。他观察了烟囱的出口，现在看来完全没有问题。不过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，他先将一棵枯树锯下来1截长枝，然后在门口处进行了测量，做出来了一个长方形的框架。由于条件非常有限，他将1块捡来的塑料布铺在了上面。这个简易的门就是他今晚能否躲过寒流的关键。有了门之后，他就可以把温暖锁在里面。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在半夜的时候，外面冰天雪地，而杰克竟然在里面被热醒了一次。篝火在持续的燃烧，这些岩石大概需要10个小时左右才会开始有一些温度。不过这些木炭所散发的热量已经让庇护所和外面形成了巨大的温差。杰克也从背包里拿出来了2根香肠，在炭火上面烤制。当香肠被烤至变色之后，内部也就很烫了。在这么冷的条件下，还吃上热乎的烤肠，杰克认为这已经非常好了。现在外面狂风呼啸，非常寒冷，而杰克给壁炉又添加了一些柴火。庇护所内部的温度会随着篝火将石头烤热，慢慢的一直上升。累了一天的杰克感觉到困意上来，就在睡袋里慢慢的睡着了。